谁公交车呢？你个臭不要脸的下头男，怂包蛋！你跟踪我，你还有理了是吧？赶紧给亲人道歉，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道门。上一世就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一无所有。既然你往枪口上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啊，你过来，给你道歉。还真是个没种的怂货！我告诉你，今天你不仅要给我道歉，还要跪下给我道歉，否则我就让你跟那个多管闲事的狗东西一样身败名裂。跪下道歉吧。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话都要跪给你，还网暴我，我打的就是这种拜金女。告诉你们，赶紧给我滚开，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7个月前，我救了一个被性骚扰的女人。美女，加个微信。你给老子滚！事后，他得知那个流氓是富二代，转头就骂我多管闲事，断了他嫁入豪门的路，甚至颠倒黑白，制造舆论网暴我。加上我被逼无奈，用200万换取安宁，但他却在拿枪之后将我撞成植物人，还对我痛下杀手。都是你，是你害我接受不了，你就该死，这是怎么？下辈子别再多管闲事。或许老天爷怜惜我一开始，我重生了，回到了救人那天。让你给我联系方式是给你脸，你装什么清高啊？我让你装！穿这么骚，不就是为了给别的男人摸的吗？救我！求你了，求求我！救我！如你所愿，这一次我不会再多管闲事。对，没看见人家姑娘被欺负了，赶紧去救人啊！什么被欺负了呀？说不定啊，人家2口子在玩情趣呢。救我！救我！没人来救你了，叫大点声，叫！对了，你叫的越大声，我就越心。我大哥看上的女人，看谁敢救？你一大男人怎么这么怂？赶紧去救人啊！你要我去，你怎么不去啊？我一个弱女子，你让我去，你脑子没病吧？救人是情分，不救是本分。你都不去，别在这道德绑架我！你个大男人是狮头乌龟吗？还有没点血性，有没点良知？真没种！就是真没种。哎，那你怎么不让你男朋友去啊？他也没种。哎，你他们那么多人，我还怕我男朋友受伤呢。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熊哥，白长这么高个了，结果是个狮头乌龟，就是一点血性都没有，还是不是个男人？真没种！臭婊子，你敢打我？他妈找死！怎么办？报警了吗？警察怎么还没来？哎，等警察来了，估计人都凉了。上一世我救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害我丢了工作，家财散尽，死不瞑目。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谁看着看着，我操他妈的！起来！走！我让你自己玩的是你的福气，既然你给2个要，这脸就别要了，别想要了！不想死的都别动！他们谁呀？坏老子的事儿，让我找死！欺负人家女孩子还有理了是吧？老子最恶心这种人！都别动！快看快看，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抬回东西，抓人放走！
知道我爸是谁吗？啊！给老子等着，放开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操你妈！等我回来，我背你了。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小事一桩，快回家吧。这才是真男人，不像你，孬种。他爱当英雄出风头，就让他出呗。你少点道德绑架我。没种就是没种，何必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老子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人。上辈子，我也曾为自己的高尚引以为傲，结果，希望等你厄运缠身的时候，还笑得出来。郑总，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2天车坏了，现在才到公司楼下。你这种技术大牛肯加入我们是我的荣幸啊！你先到我公司随便看看，晚上我为你设宴，欢迎你的加入啊！感谢盛总。大家听好了，那个对我性骚扰的人渣叫张天志，他就在海盛集团上班。一会儿大家进去了，一定要好好曝光他。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你给我站住！你认错人了。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呢？原来是你这个怂包懦夫！见死不救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我要是救了你，倒霉的不就是我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吧，没什么道德，所以我劝你最好不要道德绑架我。毕竟现在这个年头，披着人皮的恶鬼太多了，有些人看着楚楚可怜的，实际上狼心狗肺，知道吗？亮哥，您没事了吧？脸都打花了，能没事吗？哎呀，亮哥，那人家之前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吗？知道的话，那还不是乖乖走？我告诉你，陈倩，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如果你不能让那个打我的混蛋身败名裂，我就弄死你。亮哥，你放心，我肯定让那个多管闲事的家伙身败名裂。只不过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放心，只要你乖乖的把事给我办好，你来我家，我一定给你嫁入豪门的机会。好嘞，亮哥，你放心，我这就去报他。大家一起学习张主管的见义勇为精神。张主管真是厉害，这见义勇为都上新闻了。哎，可不就是嘛！现在网上都是张主管的英雄事迹，连带咱们公司都出名了。哪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赵总，有什么吩咐吗？张主管，你见义勇为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做得不错。哪里，这都是公司培养的好。行了，说正事儿。刚才董事长来电话了，说是从世界500强的大公司挖来了一个全球顶尖的技术大牛，你作为咱们公司的技术部主管去接待一下。我刚开完会，一会儿才到公司。放心，我一定好好招待。各位啊，董事长呢要从世界500强挖一位技术大牛，这马上就要过来了。咱们都集合一下，准备，迎接咱们的新任领导啊！哎，好，欢迎上。又是你这个没种的怂包，你来干什么呀？什么话？张主管，他不是我们新来的领导吗？他这个没种的怂包，你也配呀？还真是巧啊，又见面了。确实巧啊。来我们公司干什么呀？当然是来上班的了。上班？你是来面试的呀？不用面了，你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可以滚了。让我滚？你有那个资格吗？我没有资格。我作为海盛集团技术部主管，我想用谁不想用谁，那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再说了，
你这种没种的怂货也配在我们公司上班啊？诸位，你们都还不知道吧？今早在车站呀，这个怂货看到人家女孩子被欺负，他不但见死不救，还在那儿幸灾乐祸。你们说，这种怂货配在我们集团上班吗？不配！我呸！这简直就是个怂货，还跟我们张主管比，简直就是个垃圾！看着人模狗样的，没想到居然是个怂包，见死不救还幸灾乐祸，真是恶心！怂包，你就赶紧滚出我们公司吧，别在这儿待着了啊！你们说对不对？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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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我们公司不欢迎你这种怂货，赶紧滚！向张主管学习见义勇为精神，还真是好一个自我标榜啊！我想请问一下，公司的诸位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赶我走，是因为我触犯了贵公司哪条规定？我们公司呀，需要的是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才。你有什么呀？有见死不救吗？啊，救人是情分，不就是本分？况且，如果你救的这个人是一个蛇蝎毒妇，他非但不会感激你，还会敲诈你，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呢。怂包就是怂包，还编出这么多理由，不觉得可笑吗？我救了人家，人家感激我还来不及呢，为什么要诬陷我？又为什么要敲诈我呀？你没种啊，就不要为自己的没种找借口啊！他这种人啊，就是自己心里变态，才会把别人想的跟他一样阴啊！真是个下头，真恶心！你说你啊，除了是个贪生怕死的怂包，是不是还有被害妄想症啊？啊！刀子没落在你身上，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它有多疼的。行了，别再为自己找借口了，窝囊废就是窝囊废，不管你承不承认呀，这都是事实。是吗？你觉得自我标榜会显得你很高尚？你觉得拉踩贬低我就能凸显出来你是个英雄呢？拉踩你？哎，我为什么要拉踩你啊？你让大伙评评理，人家女孩被欺负、被耍流氓的时候，你自己怂不敢上就算了，还说人家是蛇蝎毒妇。哎，你说的是人话吗？本来呢，咱们两个无冤无仇，我就是好心提醒，没想到你为了标榜自己道德高尚，在这一直羞辱我。但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了，因为你的报应马上就来了。待会儿进去记得把横幅给我拉起来。今天我要让那个多管闲事的家伙付出代价。是。报应，咱就不说没报应了，就算有啊，也是你这种怂货的报应。哎，你这人是不是心里有毛病啊？自己怂不敢上就算了，怎么还污蔑我们张主管？你这有病呀，就赶紧回去治病，别在我们集团门口瞎晃悠，赶紧滚回家去吧！滚回去吧！赶紧滚回去吧，别在这儿待着了。滚回去吧！赶紧滚！听到了吗？他们让你滚呐，还赖在这儿干什么？就你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标榜道德高尚。希望待会儿那个疯女人诬陷你的时候，你还能这么骄傲。我见义勇为，我乐于助人，我骄傲，怎么了？不像某些人啊，窝囊废，就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赶紧滚，不然我就叫保安了。就是他，张天志。怎么来这么多记者？那还用说嘛？肯定是人家小女孩找来记者表扬我们张主管见义勇为的行为啊！英雄救美，这下整个江城都要知道咱们张主管的英雄事迹了。姑娘，乐于助人呢，那都是我应该做的，你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吧？啊，怪弄的人还怪不好意思的了。小子，看到了吗？就你这种自卑懦弱又阴暗的小人呀，才会把人家想得这么坏。看到没有，人家叫了这么多记者来表扬我，你呀，感到自卑了吗？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下看你怎么办！一个妄图当街强暴我的禽兽，
还想让我感谢你？哎，这张主管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成强奸犯了？这姑娘，我救了你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让你救我了吗？我跟我男朋友打闹关你什么事儿？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今天早上，我跟我男朋友在等车，就是这个人，他过来跟我搭讪，还对我动手动脚的，我男朋友出手制止，没想到他非但没有就此罢手，还殴打污蔑我男朋友，导致他进了警局。我求他放过我男朋友，没想到他就说让我陪他睡一晚上，他才愿意出手放过我男朋友。我男朋友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你却在这标榜你自己是见义勇为的大英雄，你的良心难道就不会痛吗？你闭嘴了！你少给我血口喷人！我没有这样做！别录了！你别了！别给我拍了！放下！别拍了！你没这么做，你凭什么诬陷我？真没想到张主管居然是这样的人，刚才还标榜自己见义勇为，呸！真不要脸。是啊，没想到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平时装的高风亮节的，私底下竟干些龌龊。这种人一看就是惯犯，他都不配待在咱们公司。滚出我们公司！敢毁了我嫁入豪门的机会，我又让你付出代价。闭嘴！我没这么做。你也在现场，你帮我作证啊！我没这么做啊！你刚才不是还拉低我、羞辱我，怎么现在纠正我了？我再说了，我就是个没种的怂蛋，帮不上你。你们要相信我呀！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是他在撒谎，是他骗了你们。我骗他们？你外面在座的各位，我一个女孩子，我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吗？是啊，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张主管，没想到你是这样。美女，我支持你，这种流氓绝不能姑息。社会上就是有太多这样的毒瘤，才会让我们女孩子遇到这种事情忍气吞声。我在这里呼吁广大的女性同胞，遇见这种人绝对不能姑息，否则他们只会变本加厉。我明明救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还有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帮我解释啊？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咱们两个无冤无仇，可你是怎么对我的？你骂我是怂包软蛋，你骂我变态，你挑拨大家攻击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也会被毁？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见死不救，因为有些人该救，有些人他就该死。不要做这么绝世吧！你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就因为我说了你几句，就帮这个臭婊子是吗？大家都看到了吧？当时他终于这么掐住我的脖子，骂我是臭婊子，说我穿了这么骚就是为了勾引男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全网直播了。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哎，大家快看，上次搜算我求求你了，我不该这么对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求求你啊！赵总，出事了！这个混账
受害的女生已经追到公司楼下了。什么？董事长好不容易请来技术大牛，今天入职，这个张天志搞出这么一档子事，加快速度，5分钟之内必须回到公司。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是吧？你为什么见死不救？非要毁了我你才甘心是吗？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没有道德，所以你也别道德绑架我。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的所有的经过，你为什么见死不救啊？你就是个人渣败类！你有病吧？我跟这个小姐素不相识，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一点也不关心。倒是你无故的针对我，当众羞辱我，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可你是怎么做的？你更加变本加厉的羞辱我。你都这样做了，还希望我帮你？凭什么？就凭你的道德绑架？不是你做了点好事就可以自诩高尚，就可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是，你是做了见义勇为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从本质上讲，你跟人渣没有区别。算你识趣，但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好，你毁了我，跟你拼了！搞住手！给我住手！我住手！赵总，你可算来了，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张天志，看你干的好事！你知道这件事对公司造成多大的名誉损失吗？赵，不是这样，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陷。刘小姐，闹也闹了，该出的气也出了，能不能就此作罢？就此作罢？凭什么？就凭你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声誉和正常的运行，你要执意再闹下去，我不介意起诉你，并要求你赔偿各项损失。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还有你，走。请问您就是秦昊先生吧？是我。太好了，董事长早就说您要过来，只是没想到会出这么一档子事儿，让您见笑了。赵总，您这是干什么？他都……给我闭嘴！他就是董事长花重金请来的技术大牛，你的亲领导。什么？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向秦先生道歉！道歉？不可能！他联合那个女人陷害我，我不可能给他道歉。张天志是吧？你可以不给我道歉，我也不需要。我就是想问问你，被人羞辱跟诬陷的滋味怎么样？做人要行善积德，别以为你做了点善事就可以缺德，到时候自食恶果是活该。赵总，出大事了！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手机都被打爆了，好多合作商要和我们断绝合作关系。什么？张天志，这次的损失要是挽回不回来，你就等着被开除，倾家荡产赔偿吧。放心吧，爸，我现在刚刚接手公司，一定会小心谨慎些的。对了，爸，你今天晚上不是要举办宴会，欢迎那位技术大牛加入咱们集团吗？到时候我把我男朋友也带过去，他可是见义勇为的大英雄，您肯定会喜欢的。小姐，你快看，这个可恶小偷男和这个贱女人联合起来污蔑顾野。什么？敢欺负我男人，他们死定了！上楼。实在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没关系，能理解。赵经理，那我的入职手续什么时候办？董事长已经亲自安排了特殊通道，哎，都已经办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海盛集团的技术部总监了。好，那我现在开始工作。太好了。你也知道，咱们海盛集团主要做的是信息安全，服务的对象也都是世界500强。只是由于当年的技术限制，在搭建系统的时候埋了雷，所以现在随着技术的升级，一旦有人突破了防火墙，那整个集团可就完了。董事长都跟我说了，你放心吧，我这次来就是干这个的。那就好，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来，出招干什么？赶紧滚出海盛集团，不开除了！开除我？我知道错了，你不能开除我呀！更何况我也没做错什么。没做错什么？自以为做点好事就很高尚是吗？在这高拉低踩，侮辱秦总监不说，还不知悔改，不肯道歉，开除你就是过年吗？他明明……你是想说
我明明在场，我明明知道你被诬陷了，却不帮你作证，就连公司的损失也都是因为我，是吧？对，就是因为你，就因为我说了你几句，你就想毁掉我，你这个人心思也太歹毒了吧！你就不配做我们领导，真是别扭了！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少在这儿倒绑架，我跟你滚蛋！知道没？秦先生让你滚蛋！让我滚，你也配的？你知道我女朋友是谁吗？海盛集团董事长千金，凭什么让我滚啊？就因为你是个新来的，让我滚？你做梦吧你！该滚的是你，该被开除的也是你，胡闹！秦先生可是董事长亲自请来的技术大牛，你有什么资格开除他？别说是你，就算是盛小姐来了，也没资格动他。是吗？我倒是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架子，连我都不敢动。是你吗？心怡，你可算来了！这两个人仗势欺人，不光要开除我，打我，疼不疼？疼！敢打我盛心怡的男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盛小姐，事情不是这样的，是张天志羞辱秦先生在先，羞辱他不过就是一个拿着我家工资的打工仔，别说是羞辱他，就算是打他、骂他、开除他，他也得像条狗一样乖乖听话。盛小姐，你，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好好的公司，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人才弄得乌烟瘴气，拿着海盛集团的工资，却不把主子放在眼里。赵森，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想听你解释。一个秘书也敢打断我说话，你被开了。今天我就要替我爸好好整顿整顿公司，把你们这些蛀虫全都清理掉。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连我也开了？没错，敢打我男朋友，你也被开了，滚吧！盛小姐，你可不能开除他呀！他要是被赶走，那整个公司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海盛集团几十年的根基，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刚入职不到1天的废物来拯救了？还是说集团上千号人，难道全都是饭桶吗？地球里的他就不赚了。小姐，况且像他这样人品低贱的东西，能有什么真本事？我是盛老爷子三顾茅庐请来的，你确定要开了我？算什么东西？我爸三顾茅庐邀请的是世界闻名的技术工程师凯文，你不会想告诉我你就是他吧？哦，心怡，你是说这家伙根本就不是董事长请来的技术大牛？当然不是，我爸为了这个凯文可谓是费尽心思，为了欢迎他的加入，今天特地在帝豪酒店设宴。现在凯文应该已经在宴会上了，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好你个赵森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开除？原来是想塞个关系户进来是吧？啊，盛小姐，秦先生他不是关系户，他不要再说了，任人唯亲不明事理，你也被开了。开除我？没错，从今天开始，公司的一切事务由我亲自打理。你这个总经理被开除了，听不懂吗？啊？赵总，公司服务器遭到大量入侵，马上要突破防火墙了。不好，安全系统被锁定了。我这边没有权限了，赵总，怎么办？赶紧给我反攻回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阿志，你去证明一下你的实力。不好，对方在大量植入病毒，马上就要撑不住了。秦先生，你看，要不帮忙出手解决一下？张天志刚才多管闲事的结果你也看到了，况且咱们都被开除了，管那么多事干嘛呀？话是这么说，但海生毕竟是董事长一生的心血。秦先生，你也不忍心看着董事长的心血毁于一旦吧？也罢，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我就当巡山积德了。眩しい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这不已经解除了？阿志，你太厉害了！我已经解除了，看到了吧？
我把危机解除了。你确定危机是你解除的吗？不然呢？难道你想说是你这个关系户解除的？你看，我就说了吧，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盛小姐，刚才这危机真的是钱先生解决的。小三，我知道你想塞个关系户进来，但是这个事关公司安全的问题，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啊！行了，你们俩都被开除了，还在这干嘛？赶紧离开公司，要不然别怪我让保安把你们轰出去。看在董事长的份上，我最后再好心提醒你一句：虽然这个危机暂时解除了，但是系统里还是有 bug。如果这个 bug 在3个小时之内没有修复，你们海盛集团一样会破产。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别说没有吧，就算有阿志在，能轻松解决。好啊，那我就只能祝你们好运了。对了，我刚才在系统里多加了一个补丁，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删除它，要不然你们海盛的系统连1个小时都撑不到。装神弄鬼。阿志，你今天表现不错，一会儿跟我一起去参加开文的欢迎宴，顺便见见我爸。到时候我跟我爸说说，赵森的位置你来坐。真的吗？你对我真好。行了，这儿这么多人在呢，我先去补个妆，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张主管，好样的！张主管真是厉害，不愧是咱们海盛集团的技术大牛。行了，好好工作。打了一个补丁，他不会在公司系统里埋雷了吧？你被开除了不甘心，想坑我一把是？你不让我删，那我偏要删。不好意思啊，害得你也被开除了。谁让咱就只是个打工的呢？只是害得你被误会，还被针对，实在不好意思。毕竟现在这个年头啊，好心不一定会有好报，习惯了。那你先忙，就先告辞了。董事长，小青，公司你都熟悉了吧？宴会马上就开始了，赶紧过来吧！啊，董事长，我已经被……副总出事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先不说了，宴会听见。董事长，我……也罢，到时候见面跟他说吧。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公司刚才爆出丑闻，有个叫张天志的性骚扰妇女，已经被人闹到公司了。竟然有这种事儿！通知赵三，马上把这种垃圾给我开了！你们海盛集团绝不允许有这种垃圾的存在。是。备车，去帝豪酒店，欢迎秦宫这个定海神针加盟海盛集团。倩倩，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带我参加这么高端的宴会，这都是郑少的能力，要不然我可没有资格参加。郑少，你真好。之前的事情办得不错，往后只要你乖乖听话，别说这种级别的宴会了，哪怕更高级的那都不是问题啊！真吗？那真是太好了。行了，你们两个自己转一转吧。我去找我爹商量点事儿，据说今天有位大人物。好，那郑少也去吗？倩倩，你这命也太好了吧？怎么我就遇不到这种富二代啊？不过就是一个土大康而已，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他？你的意思是，他不过就是我跨越阶级的一个垫脚石罢了。今晚来这儿的全部都是有钱人，等我调到了更有钱的，谁还搭理他呀？有道理啊。那我也得好好物色物色，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是那个怂包蛋吗？谁啊？就是那个对我见死不救的怂包蛋，可郑愁没有机会教育他。走，教训教训他。喂，怂包蛋，你还真是有够不要脸，追我追到这儿来。你有病吧？你真以为自己是公交车？谁见都要追去？你骂谁公交车呢？
你个臭不要脸的下头男，怂包蛋！你跟踪我，你还有理了是吧？赶紧给倩倩道歉，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道门。上一世就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一无所有。既然你往枪口上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啊，你过来，给你道歉。还真是个没种的怂货！我告诉你，今天你不仅要给我道歉，还要跪下给我道歉，否则我就让你跟那个多管闲事的狗东西一样身败名裂。跪下道歉吧。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话都要怪给你，还网暴我，我打的就是这种拜金女！告诉你们，赶紧给我滚开，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倩倩，你没事吧？啊，没事。这怂包蛋竟然敢打我，我要网暴他，让他身败名裂！这种下头的一定不能放过他。不过宴会马上开始了，咱们还是先找金龟婿吧，不然错过了，下次可就没机会了。死老头，你没长眼睛啊！死老头，你没长眼睛啊！哎，姑娘，明明是你们撞的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呢？老东西，你没毛病吧？明明就是你故意撞的我，你是想占我便宜是吧？刚赶走一个下头男，又来一个老色逼！我占你便宜？没错，我看你就是看我年轻漂亮，所以故意蹭我，想占我便宜。你还真是有够不要脸！姑娘，你误会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你看你穿的是什么样子啊？臭死了！这可是帝豪酒店的宴会厅，是你这臭农民工该来的地方吗？我不是。大家都快过来看呀！这个臭农民擅闯咱们高端宴会，还咸猪手占我们便宜。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来蹭宴会的，我是……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穿这个样子，浑身上下超过100块钱了吗？不是臭农民工是什么？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吗？两位姑娘，你们怕是误会了吧？这宴会可是要邀请函的，他要真是农民工的话，他是进不来吧？不是臭农民，那就是宴会的清洁工了。一个臭清洁工不好好的打扫你的垃圾，竟然敢对我们扔咸猪手，那更可恶了。哎，你们两个姑娘几个意思？农民就是农民，清洁工就是清洁工，前面带个臭字是什么意思？你们谁带来的？真没素质！我们怎么没素质了？明明就是他咸猪手占我们便宜，我们还不能说了是吧？姑娘，你误会了，我这么大年纪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是来干嘛的呀？我当然是来参加宴会的啊！这个宴会就是我举办的，我不来不了吗？你举办的？就你这臭清洁工，你也配？哎呀，市长，姑娘，你怎么还打人呢？打你怎么了？让你占我们便宜？小雪，开直播曝光这个猥琐的老男人！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怎么？你敢做不敢当啊！姐妹们，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个猥琐的老男人，他刚才故意蹭我，他现在还打死不承认。姐妹们出门在外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碰见这种猥琐的老男人，可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你胡说！我怎么能干出那种事儿呢？哎，你们不能录了！这个老变态还想动手啊！哎，齐后，你来的正好。这两位姑娘说我蹭他们，还占他们的便宜，还开直播污蔑我。哟，原来你们两个认识啊，还真是蛇鼠一窝。你们俩该不会是一伙儿的，故意来这宴会厅找我们这种漂亮女人下手吧？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动不动就是直播，动不动就是网暴，你们觉得这样有理了是吗？你们平时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们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你们还是人吗？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就是一个臭清洁工吗？还能是谁啊？清洁工。郑总，您平时真的是低调太久了，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了，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他就是今天晚上宴会的主办人，海盛集团的董事长盛海鹏。我说下头男，你脑子坏掉了吧？你看他穿的什么呀？盛总那种大人物怎么可能会穿这种臭？没错，
被我们骂了呀，连嘴都不敢还。我可不信那么大的人物会这么怂哦。我看啊，他根本就是心虚，不敢还嘴。哼，放屁！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没有素质吗？盛总他有教养，不骂你们，你们一口一个臭农民，一口一个臭清洁工，怎么？你们很高贵吗？你少狡辩！他刚才撞了我，就必须给我道歉。没错，抛开事实不谈，他就没错吗？抛开事实不谈，你让大伙听听，你们说的是人话吗？行，算了，和这种素质低下的人没什么好谈的，咱们上楼。盛总他有涵养，不跟你们计较，但我不一样，我没有道德，我没有素质，所以我劝你们最好离我远一点，赶紧滚，不然别怪我对你们客气。恰恰，怎么了？啊？他偷拍我裙底。好啊，他俩果然是团伙作案。目光冒充盛总，竟然还偷拍女孩裙底，你们可都看见了。他们啊，就是一对臭流氓，倚老卖老的狗东西！你以为你随便找一个人帮帮你，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你们俩的小把戏，我一眼就看穿了。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一伙的，张口闭口就是诬陷，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还敢狡辩？大家可都看见了，都能替我们作证，难道还怕你不成？没错，我可以帮他们作证。真是不好意思啊，刚才误会你们两个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么大的年龄还这么下流，为老不尊，真恶心。说这种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刚才手机是不小心才掉的，相机都没有打开，怎么会偷拍呢？不小心，捡手机倒是动作利索啊。我看你就是心虚了，想要放开证据吧？你老实交代，你到底偷拍了多少女孩子？我没有偷拍，我都这把年纪了，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呢？我看你根本就是年纪大了，那方面不行，所以你才偷拍女孩子找刺激。没错，哪有偷东西的会说自己是偷东西的呢？证据都摆在这儿了，还想狡辩啊？你们男的都是一路货色，下半身死考生。我看啊，你们啊，只挂墙上才会老实。说完了吧，该我了。怎么，夏特南，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恰恰，混蛋，你还敢打我？你怎么打人呢？是啊，明明是你们有错在先，现在要打人，这什么道理啊？这是？你知道事实的真相吗？你知道这个女人真实面目是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在这起什么哄？盛总他有涵养，不跟你们计较。你们要是再在这满口喷粪，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大家都看到了吧？明明就是他们偷拍在先，被我们抓到，现在居然还打人威胁我们。我一个女孩子，我怎么就这么惨啊？今天还是海盛集团宴会，这么多大人物在场，他们都敢动手，那平时岂不是更无法无天？不知道要有多少女孩子曾经毒手啊！我没有偷拍，你把手机给我，我来给你证明。给你？想得美！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想消灭罪证。没错，像他这种变态，还不知道手机里偷拍了多少女孩子。正话反话都让你们说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那还不简单？我亲自检查，我一定让你们这对人渣呀无处遁形。好啊，如果手机里边没有你们要的东西，你们就在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给郑总道歉，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心虚了，威胁我们。小雪，给我查，今天我要让这老变态露出他的丑恶嘴脸。好啊，还说没有啊？大家都来看呀！这个老东西啊，就是个老变态。心怡啊，你说我在公司被那女人诬陷的事儿，不会被你爸知道吧？万一……放心吧，是那个恶毒的女人恩将仇报。你做好人好事怕什么？我会跟我爸解释的。那就好，那就好。那个女人真是太恶了，真是好心没好报。要是再让我遇到她，一定会替你报仇。还有那个秦昊，一样也不能放过。
竟然敢在公司服务器里埋雷，幸亏被我发现了，不然真的出大事儿。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好受的。咱们进去吧。好。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老头啊，就是专门偷拍年轻女孩的老变态，这就是证据。我呸！老变态，饭前身子都入土了，还不老实？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不是，这不是我偷拍的。好东西，你以为你装的一脸敦厚就是无辜的？这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还有什么狡辩的？这是我女儿，这不是我偷拍的。你们要是不信啊，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让她过来。老变态，还敢摸我胸！哎，你到底有完没完？他碰都没碰到你，怎么摸你胸了？摸没摸你比我清楚啊！我一个女孩子，难道会用自己的清白来开玩笑吗？没错，你这种和稀泥的人就是他的帮凶。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龌龊，真不要脸！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好，没想到你们俩狼狈为奸，欺负人家2个女孩子，简直丢男人的脸。你们就靠着他们的一面之词，不分青红皂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别人。要说无耻，你们无耻才对吧？就是他的女儿，我可以证明。你证明？你怎么证明？你跟他是一伙的。没错，我们有眼睛，自己会看。对，别狡辩了，赶紧给人家女孩子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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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女儿来了，你们可以亲自问她。是你，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大家都看到了吧？人家女孩子都亲自找上门来了。老不死的，你俩狼狈为奸，你们完了！姐妹，放心，你也是被这个老东西偷拍的受害者吧？今天大家都在，我们会帮你的。这种老变态就该被人人喊打。没错，咱们一起把他曝光在网上，让大家都看清楚他的丑恶嘴脸，让他成为过街老鼠。我看他还敢不敢偷拍？偷拍？什么偷拍？就这老东西啊，偷拍我群里被我抓到了，他手机里还有你照片呢。你今天来不也是来找他麻烦的吗？你骂谁是变态？这是我爸。他还真是海盛集团的千金，那我们刚刚岂不是误会他们了？他好像真的是，之前在报道上看到过他。那他真是海盛集团的董事长了？怎么可能？这老头子穿的这么邋遢，怎么可能会是你爸？又是你这个臭婊子！今早污蔑我还不够，现在还污蔑我们董事长是吧？你胡说什么呢？各位，这个女人就是个蛇蝎毒妇。今早我在车上看到她被欺负，我见义勇为救了她，结果她却恩将仇报，带了一大堆记者来我公司污蔑，非说我对她耍流氓，害得我差点身败名裂，现在还想故技重施啊！你们都被她给骗了。对不起啊，盛总，刚刚是我们误会你了，多怪那2个女人，她们太可恶了，没想到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出来。我有印象，这事儿呢我还记得上了热搜，没想到竟然是造谣污蔑。骗子，还有这种人，真不要脸！不是，我没有，你们别胡说，还不是因为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都是你们活该。刚开始污蔑我男朋友，现在又污蔑我爸，你真当我们海盛集团是好欺负的？既然大家都在，那你现在就给我做个澄清，我男朋友到底是见义勇为救了你，还是对你耍流氓了？倩倩，海盛集团怎么参手不起啊？见义勇为救了我。那我爸呢？是偷拍你了，还是说这也是你的诬陷？没有偷拍。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的造谣诬陷，我男朋友和我爸都是无辜的。太可恶了，这2个女人简直太可恶了，把她们赶出去，让她们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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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没事吧？我没事，幸亏有秦昊在。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这种人根本就不配留在我们公司，我已经把他开除了。你说什么？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也是咱们公司技术部总管张天志。董事长好。你刚才说什么？你把秦昊给他开除了？对啊，爸，
这个人不光是赵森塞进来的关系户，人品还有问题，不像阿志，人品好，能力也强。刚刚公司系统出问题，就是他解决的呢。你确定是他解决的吗？当然是我解决的了。董事长，你别被这个家伙的外表所蒙蔽了，他就是个没胆的怂货，跟刚才那个坏女人是一伙的。没错，今天早上阿志见义勇为的时候，他也在场，结果被吓破了胆。在那个女人到公司诬陷阿志的时候，他居然还落井下石。对，这家伙呀，就是个没责任、没担当的怂货，根本就不配出现在咱们公司。是，你是做了好人好事，但你觉得就凭这就能随意羞辱，就能随意拉低我？你说我人品不行，我看人品不行的是你吧？你什么你？我好心劝你，有些人该救，有些人不该救。你被倒打一耙，就反过来说我跟那个女人是一伙的，我看你们才是一丘之貉吧。董事长，你看到了吧？这个家伙自己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居然还倒打一耙，简直就是人品败坏的社会垃圾！混账！就是闭嘴！闭嘴！阿志，你没事吧？爸，你打他干什么？他又没说错。真是愚蠢！海盛集团招人用人，什么时候轮到他做主了？那你也不能打他呀！他识人不清，还沾沾自喜，竟然敢羞辱秦昊，我打他都是轻的。你为什么总是护着这个家伙？你给我闭嘴！赶紧给秦昊道歉！要我给他道歉？凭什么？我不道。董事长，心怡说的没错呀，就在刚才，公司的安全系统出了问题，这个家伙假借处理危机的机会，在公司系统里埋雷，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值得道歉。你说什么？公司的安全系统出问题了？没错，要不是阿志及时出手，我们公司就完蛋了。董事长，请放心呀，我已经修复了公司的系统 bug， 并且删除了这家伙在系统里埋的雷。现在公司系统运行稳定，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你说什么？你把我的补丁删了？没错，你这些小动作，休想逃过阿志的眼睛。完了，系统要崩溃了！哎，不好，系统服务器全部宕机了。怎么办？我这毫无反应。你这也是？叫赵总。不对呀，赵总已经被开除了。叫张主管，张主管打电话。对，给张主管打电话。系统崩溃，我们海盛集团可是江城最顶尖的安全数据公司，我们公司系统经过了10几年的搭建，你说崩溃就崩溃？真是后面的叫该死鬼！你觉得就凭这个废物的能力能解决问题吗？混账！你骂谁废物呢？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只要有我张天志在，海盛集团的安全系统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你给我闭嘴！爸，你干什么呀？我刚刚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你怎么还这么对阿志？等我再收拾你。秦昊，情况真如你说的那么糟糕吗？董事长，咱们公司的系统本身它就老旧，再加上外部的攻击，本来就要崩溃了。如果他没有删除我给的补丁，或许还能撑3个小时，但现在估计已经崩溃了。还敢在这儿危言耸听啊？哎，你以为你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就能欺骗董事长吗？董事长，你相信我，安全系统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我走之前好好的。喂，怎么？系统崩溃了？张主管，防火墙已经崩溃了，系统检测到有病毒正在入侵，大量客户数据正在被复制。张主管，现在该怎么办呀？阿志，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啊？当然是系统崩溃了，数据被盗取了。什么？阿志，他说的是真的吗？你快想想办法呀！我也没有办法。系统可能真的要崩溃了，是你，这些都是你干的。你被开除了不甘心，你就故意暗示我，让我删除那个补丁。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坑我的，对不对？你少在这儿倒打一耙了。我是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才好心提醒你，让你不要动那个补丁。是你一意孤行的造成这样的结果，现在还想诬陷我？董事长，你要相信我不是。你给我闭嘴！闭嘴！爸，你别打了，你现在打阿志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问题解决了。对，咱们得先解决问题嘛。秦昊，现在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办法自然是有，但是我已经被开除了，自然也帮不到你。秦昊，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董事长，我能来海盛入职已经是看在你面子上了，我该做的、该说的我都做了，可结果呢？
我得到好报了。就算我现在再次帮你们，估计依照你女儿的性格，还是好心没好报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爸，你问他这个废物做什么？他又帮不了我。你给我闭嘴！现在立马给秦昊道歉。爸，你为什么老是帮着他说话呀？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道歉？你开除他就是最大的错，和这个废物一起得罪他，就是你最大的错。他一个关系户，我开除他怎么了？我还不都是为了公司好？我就真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一个关系户？就因为他刚才替你说了几句话？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不就是一个没种的怂货吗？爸，你不是请了凯文吗？他可是全球顶尖的工程师，肯定能帮我们。你找他呀。沈海鹏英明一世，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女儿？不是我告诉你，他就是凯文。爸，我来了。您教我的准时，刚刚好。坐吧。哎，对了，爸，您说的那个凯文真的有那么神吗？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凯文可是全球顶尖的技术大牛，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支持，我们就等于掌握了安全技术领域的龙头。别说整个江省，就是放眼全球，咱们也是顶尖的。唉，可惜被盛海鹏那个老东西抢先一步，那咱们还能怎么办？我刚收到消息，盛海鹏的那个草包女儿不但得罪了凯文，而且把他和赵森全部都开除了。现在海盛集团正在遭受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已经乱成一锅粥了。那这么说，岂不是我们还有机会？没错，现在就是咱们正是最好的时机。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对凯文先生以礼相待，给足条件，把握这次最好的时机。听到了吗？喂，郑少，我被人欺负了，你可一定要替我出头呀！什么？敢动我正亮的女人，我看她是活腻歪！你等着，我马上到。什么？他就是凯文？这怎么可能啊！你这个废物，看看你干的好事！秦昊，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可海盛集团是我毕生的心血啊，我不忍心看着它就这样垮掉啊！你能不能？郑总，该做的我都做了，好心未必没有报。赵森赵经理为了海盛金金业10几年，就因为一句话跟盛小姐不合就被开除了。我这次帮了你，万一他秋后找我算账，我该怎么办？所以您还是另警告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只要你答应帮海盛集团，我可以保证不对你做什么，并且同意你入职海盛。盛总，你也都看到了。造孽呀！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爸，我……你给我闭嘴！秦昊，算我求你了，救救海盛集团吧，他不能倒啊！你们都给我跪下，给秦昊道歉，他不原谅，你们不许起来！凭什么我不跪？不就是个误会吗？你非要这么斤斤计较是吗？还是不是个女人，这么小肚鸡肠？我爸都已经求你了，我也给你台阶下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没想怎么样，海盛是你们家的，而我只是个被开除的员工。海盛是倒闭是垮，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爸，你都听到了吧？他根本就没打算帮我们。要我看，他就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奸细，故意整我们的。盛总，该说的我都说了。农夫与蛇的故事我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这次我真的爱莫能助了。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我还能怎么办？谁让我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此事不能声张，宴会继续，千万不能被人知道凯文已经离开了海盛集团。万一被竞争对手打
探到什么风上，那我们海盛集团更是无力回天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郑少说他一会儿就到了，那怂炮，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时候瞎管。等郑少来了，一定要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他。那种人是得好好教训教训。不过倩倩，你可别忘了咱的正事儿，趁郑少还没来，赶紧物色个金龟婿，不然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不跟你说了，我已经物色好目标了。上辈子我好心相救你，却轮脚臭毛，害我丧命。如今我避而远之，你还来找我麻烦。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东西准备好了吗？郑总放心，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了400万的现金，还有30%的股份转让合同。这么好的条件，我想凯文先生不会拒绝的。很好，随我下楼迎接凯文先生。哥哥，你真坏。宝贝儿，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那，你老婆也喜欢你这样吗？少跟我提那个黄脸婆了，整天只知道冲我发脾气，烦都烦死了。那，以后我陪你，好不好？好呀。不过你男朋友不会生气吗？什么狗屁男朋友，他只不过就是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罢了。把我打成那样，要不是因为他家里有点钱，我早就让他牢底坐穿了。怎么能跟哥哥比？你个小狐狸精，没想到还挺势利眼呀。不过呀，哥哥我喜欢。你弄什么呢？手机拿过来！我操！陈小姐，我记得你的男朋友是打你的那个富二代吧？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听到你闺蜜和你刚才说要那个郑少过来收拾我。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看热闹，甚至希望他能够早点过来。我警告你，你要是跟人说话，我饶不了你。哎呀，这个郑少啊，也怪可怜的，好心带你去豪门，带你来这种高端的地方，但你却只把人家当做阶级的垫脚石，转眼就找了这么一个货色。你说，郑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很伤心、很愤怒？哦，我想起来了，他对你动手的样子可真狠啊！我警告你，你识相的话，赶紧滚蛋！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要不然的话，要不然怎么样？人在做，天在看。我告诉你，你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等你死！大家快来，过来！你没事吧？怎么回事？没事吧？他砸我衣服，还摸我。没错，我看到了，我能作证。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连我的女人都敢动！终生死一缠，像她这样的女人，根本看不上。再说遍试试。小子，别先狡辩了，我亲眼看到他非礼陈小姐，我作证。老公，
你真的看见了吗？该不会是看错了吧？这人心啊，真够坏的。我又没揭穿你，你反倒倒他一耙。老婆，我肯定不会看错的，他就是个负心汉。这种没素质的下贱痞子也配来参加宴会？这保安也不管管，怎么让这种流氓混进来？好啊，这么玩命啊，你就不怕自己死是你啊？这是妹子。哈哈，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我怕什么呀？这个行，金服给我，是你自己用，那就没有办法了。你少在这倒打一耙，这种戏码对我们没用。没错，你少在这狡辩了，赶紧为你的卑劣行为认错道歉。我说你是狗啊，他妈碰到谁都要叫一声啊！你说谁是狗啊？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对我冷漠？我说这位女士啊，你的头顶上都已经顶着青青草原了，你还帮着这个渣男说话，我还真是心疼你。什么意思？老婆，别听他胡说八道了，他这就是在为自己开脱，就是疯狗乱咬人呢。没错，郑少，你赶紧把他赶出去，他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儿。是吗？那你慌什么呀？你俩不会有一腿吧？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这么爱你，我怎么可能和别的女人乱搞呢？郑少，赵夫人，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撒谎精，他是在挑拨离间啊！对啊，老婆，你可不能上他的当啊！好，你们还真是三个人一台戏，一唱一和的，真精彩。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郑少应该比我更清楚。我能这么说，肯定是因为我有证据。要不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眼。够了，我们可不像你这种闲杂人等一样，在场的哪一位不是身家上百万、上千万？我们可没时间陪你在这看好戏。说你这个女士之徒，我好心告诉你，她给戴绿帽子，你却反过来倒打我一耙。要是再回你我老公，跟你不客气。呀，老婆，你没事吧？你个混蛋，你敢打我老婆你！大家都看到了吧？他就只会打女人的下头男。错，这种渣男千万不能让他留在这里。就是，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我打！今天来这儿的可都是名门贵族，他一个穷屌丝敢当着我们的面动手，各位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不然别走出这门。下跪道歉。对，没错，曝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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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当中有些人很面熟，刚才这两个女人在那儿诬陷盛总的时候，你们也在。结果呢？怎么样？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现在又跟着他们在这儿一块儿过来谴责我，你们都是墙头草啊！小子，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大家只是对你的卑劣行为看不下去了，所以才出来揭穿的你啊！是吗？你们还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怎么，你们就这样毁了别人的人生，很有优越感吗？少狡辩了，每次都说你是清白的，那为什么每次出了事都有你啊？既然你说你是清白的，那你证明给我们看啊！是，证明给我们看。那就没办法了，这是大家要求的。哦，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这个视频就投到大家手机上，大家好好欣赏。不要！哥哥真坏。宝贝儿，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那你老公喜欢你这样坏吗？少跟我提那个黄脸婆了，整天只知道冲我发脾气，完都忘了。那以后我陪你，好不好？老婆，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咱们先别看。别去。郑少，到你了。好呀，不过你男朋友不会生气吧？什么狗屁男朋友，他只不过是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罢了，把我打成那样。要不是因为他家里点钱，我早就让他牢底坐穿了。再说了，他不过就是一个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儿，怎么能跟哥哥你比呢？你个小狐狸精，没想到还挺势利眼呀。不过呀，
哥哥，我喜欢。这让你听些是？你他妈玩我！程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解释你吧！赵成，他妈敢叫我是黄脸婆！老婆，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真是知道错了，我没有这个意思，老婆。狗东西，你吃我的，用我的，还敢搞外遇，拿着老娘的钱去勾搭骚狐狸！八蛋，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老婆，你别打了，我受不了了，老婆，你别打了。善恶终有报，你们害别人的时候，有想过今天？给我站那！郑少，还有什么事儿？这个女人该打，但你也一样。郑少，我好心提醒你被绿了，我还有错了？你明知道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你在这种场合用这种方式来搞事，你他妈故意的吧？没错，我就是故意的。什么？就允许你们来羞辱我，我就不能报仇了？找死！找死的是你！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对他做的事情都曝光出去，让你在你所谓的上流社会里面颜面尽失。小子，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你与其有时间在这儿威胁我，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样解决那个女人给你带来的麻烦吧。好，很好。既然你执意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诸位，海盛集团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大家来都想见一见那位全球顶尖的技术大牛，而他却在这里破坏宴会。你们说，能不能放过他？自然不能放过他。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高端场所，怎么能允许他这样一个下流社会的人进来捣乱？没错，你们都轻易放过。说你们是墙头草，还真是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自诩上流社会，却蠢得令人发指。你这个蠢屌丝，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过来骂我们？墙头草女士，我想请问一下，我之前有得罪过你吗？自然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那你在这搞叫？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人的无耻行径。无耻？我看无耻的是你们才对。这么一只狗叫你们累吗？跟他称什么？来人，把他腿给我打断，给我扔出去！怎么，你要对我动手？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不识抬举，都是你自找的。郑少说的没错，好端端的一个宴会，让你搞砸了，不该给你点教训。你也要跟着他一块指责我？你也配！这种高端的场合，因为你一颗老鼠屎搞得鸡飞狗跳，就该好好教训你。我好心帮了你，你却反过来说我。我让你帮了我的男人，就算是勾引狐狸精，那也是我们的家事儿，谁让你狗好东西？小子，别怪我没有给过你机会。你现在给本少乖乖的跪下，给所有人认个错、道个歉，兴许啊，我就会放你。大可不必。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如果不行善积德，一定会遭报应。报应？你在威胁我吗？也不算是威胁吧。郑少，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报道。报道上说，在公交车站上，有个富二代非要强迫猥亵一名女子。这个富二代跟你长得有点像，要不我让大家帮我分辨一下，他是不是郑少？有什么好看的？郑少为人正直，绝不会做这种事情。天啊，你还跟他啰嗦这么多干什么？跟你让女人动手啊！啊！愣着干什么？动手啊！我看谁敢动手！我看谁敢动手！
爸，你来了。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啊？你不知道我今天要迎接凯文些什么啊？你在这吵吵嚷嚷，影响到他怎么办？爸，您放心，我刚得到最新消息，海盛集团已经彻底乱，盛海帮您偷偷离开宴会回公司了。现在这个宴会啊，是我们的主场。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对凯文先生这种贵人来说，小心小心再小心。爸，您放心，马上就好。凯文，爸，凯文先生来了吗？住手！全都给我住手！在干什么？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没事吧？爸，你在干什么？就是这个不入流的社会底层在打扰宴会秩序啊！放肆！爸，你打我干什么？要打一人打他呀！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对他出手的？爸，是他恼羞在先，我教训教训他怎么了？是啊，郑总，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混进我们上流圈子闹事儿，先是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还说郑少是什么公交站猥琐男，这种人就该教训。闭嘴！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你没事吧？我替这个圈子向您道歉，还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是郑少的父亲啊，道歉就不必了，毕竟得罪我的人是他，又不是你。还不赶紧给人道歉！我凭什么给他道歉？爸，你脑子是不是糊涂了？让我给一个社会底层道歉？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管他是谁，得罪了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我不可能给他道歉的。意思他就是那个全球顶尖的凯文？啥？啥？他就是凯文？凯文先生，犬子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还请您见谅。你认识我？很多年前在一场交流会上见过您一面。爸，你是不是搞错了？他真的是凯文吗？滚一边去！凯文先生，这里是400万，算作我给您的道歉。另外，这里是我郑氏集团30%的股份，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集团。打住啊！无功不受禄，况且我就是个社会底层的垃圾。郑少，你说对不？还不赶紧给人家道歉！凯文先生，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凯文先生，这孩子让我惯坏了，您放心，等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收拾他。行了，但是你的家事我并不想听，你怎么教育那是你的事情。对了，郑总，我这块有一个你儿子的视频，你应该挺感兴趣的。逆子，我打你！我错了，爸，别打我了，别打我了！啊，我错了，凯文先生，我错了。你看看你的样子，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郑总，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少爷在公交车站的事被人曝光发到了网上，现在网上炸开了锅，导致公司集团的股票暴跌，不少合作商纷纷要求解约呢。什么？爸，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爸？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凯文先生，现在只有你能够救我们。郑总，您这话就严重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自然也没有那个能力帮你。不，凯文先生，你是顶尖的技术大牛，只要你肯加入我们郑氏集团，就能稳住股价，稳定股东。这个事情啊，跟我也没关系，而且我也不感兴趣。毕竟这年头啊，做好人不一定会有好报啊。我给你钱，我给你很多钱，1000万，不，5000万，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善恶终有报。这件事情都是你儿子自己做出来的，我无能为力。当真不帮我们？怎么，郑总这是在威胁我？威胁倒不敢说，不过你有能力帮，但却不帮，你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郑总，我奉劝你一句，在这年头多做好人好事儿，以免报应来了你遭不住。告辞。全
臭婊子，你给我过来！全他妈是因为你，你知道吗？过来，过来！你救救我！救救我！这他妈是你害的！老子为啥我不信这，知道吗？如你所愿，这辈子我不会再多管闲事了。